月下迷宫深处，火光连天，轰鸣四起，时不时的会有人发出惨叫，随后倒在地上。远古精灵的主力大军皆在此处，他们正在与暗殿交战。但这主力大军与分开的小队一样，同样的是远古精灵死伤惨重。倒不是说远古精灵不如暗殿，而是在这里，暗殿竟然有着足足几百只远古凶兽相助。几百只远古凶兽，最弱的都是3品5帝，最强的竟是6品5帝。这样强大的存在，实在是恐怖。可哪怕如此，远古精灵仍在奋力拼战，因为战是唯一的生路，不战只会死得更惨。落空，你也不过如此吗？此刻与落空大人交手的乃是一个说话阴阳怪气的俊俏美男，这位正是灭世仙人。二人各自手持地兵，战得异常剧烈，并且他们的战圈独处在一处，远离他人，因为他们两个的实力实在是太强，远超过其他人。他们两个人的余波也会对其他人造成致命的伤害，所以他们必须远离其他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他人的安全。灭世，休要猖狂！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落空大人此刻也是满面怒容，战意滔天。因为刚刚进入此处，他们便被暗殿之人埋伏了，且暗殿有远古凶兽相助。虽然远古凶兽数量不多，总共也才几百只，可却个个势力强横，所以他们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劣势。这导致他们想要守护的阵眼，从一开始就被暗殿夺得，未能成功的阻止暗殿通过阵眼开启杀阵。不仅未能阻止暗殿开启杀阵，他们如今更是有着全军覆灭的迹象。不，你错了，今日只有一个结果，除了我暗殿之人，所有人都要死。灭世仙人笑得很是狂妄，因为在他看来，阵眼成功开启，那些被引入月下迷宫的人必然是已经死去。现在只要铲除远古精灵，那么他们就将大功告成。而对于铲除远古精灵，他则是有着100%的信心。大言不惭！落空大人怒喝一声，便再度加强了对灭世仙人的攻势。大言不惭！你看看你的周围，你远古精灵还能坚持多久？灭世仙人讽刺地说道。而听得此话，落空仙人则是身形速退，随后将目光扫向周围的战场。而这一看，他不仅老脸抽搐，就连心脏都在颤抖。惨，真的很惨！他来此处虽然没有率领远古精灵最精锐的部队，但是他带来的已是极强的部队。可就是那些远古精灵大军，如今已然死伤超过了95%，几乎5帝以下者能死的全部都死了。而暗殿与远古凶兽的兵力却连一半都没有死伤。如今两方的差距已是越来越大，他们真的是毫无胜算。混账！老朽今日非要灭了你不可！落空大人疯狂地咆哮起来，那汹涌的杀意连虚空都被震得碎裂开来。随后只见其衣袍舞动，层层绿色幽光自体内散发，而手中的地兵威力更为强横，化作肉眼可见的武力巨浪，一层又一层地向灭世仙人席卷而去。他知道现在能够扭转战局的只有他一个人，只要他能够击败灭世仙人，就可以带领远古精灵走向胜利。想到此处，落空大人的攻势越发的凶猛，连番劈斩之下，天昏地暗，此等威势已然逆天。可是哪怕如此，落空大人却也根本伤到灭世仙人，就算累死你，你也打不赢我。灭世仙人的嘴角掀起了一抹戏谑的笑容，那个样子就好像他是在玩弄落空大人，就好像他随时可以击败落空大人一样。但是他之所以没有那样做，乃是因为他就是要折磨落空大人，他要让落空大人亲眼看着自己的族人一个一个的死去，让他痛不欲生。父亲，好玩，好玩，真好玩啊！哈哈哈！然而就在此刻，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呼唤，听得这个呼唤，灭世仙人目光瞥过去一眼，随后嘴角掀起了一抹满意的弧度，因为在那声音传来的方向还有一个战圈，那个战圈虽然不及他与落空大人的战圈，但绝对是此处除了他与落空大人外最激烈的战圈。那里有着3道身影正交战在一处，其中一位是远古精灵的护法，那位精灵护法实力强横，算是远古精灵护法中实力顶尖的一位，有着7品5帝的修为。而另外一位便是练兵仙人。至于第3位，乃是一个身穿暗殿长袍但却没有戴面具的家伙。这个家伙明明高有2米，体壮如牛，满身的肌肉比老虎还壮，可就是如此恐怖的肉身之上，居然顶着一个细皮嫩肉、白白净净的少年小脸，这样不成比例的身体看着极不舒服，一眼看去就像是一个妖兽所变的怪物。而这个怪物一样的家伙乃是灭世仙人的儿子，名为乱剑。这乱剑虽然不及其父亲年龄那般久远，可也是一个活了几千年的老怪物，实力极强。明明也是7品5帝，可是他却能够以一己之力对抗远古精灵护法以及练兵仙人，并且处于不败之地。远古精灵皆是废物，根本不堪一击，练兵仙人也是个废物，2个5帝打我1个，却也不是我的对手，你们都是废物。灭世仙人的儿子一边与练兵仙人他们交手，一边嘲讽他们。相比于自己的父亲，他对对手的戏谑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乱剑，慢慢玩，太早玩死了便没意思了。灭世仙人说道。混账！听得此话，落空大人更是气得咬牙切齿，苍老的身上已然青筋暴起，狂暴的杀意啊，便足以将虚空震成粉碎。可是哪怕如此，他依然奈何不了灭世仙人，因为他惊愕地发现，只要他变强，灭世便会随之变强，2人永远是平手的局面，他根本无法击败灭世仙人。这让他既愤怒又不安，因为这说明灭世仙人没有动真格的，他与其儿子一样是在玩弄他。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令落空大人有些心灰意冷。难道我这么多远古精灵今日就要灭在此处，又要死在暗殿的手中？然而就在落空大人快要绝望之际，远处忽然狂风大作，乌云滚滚，而在那乌云之中涌现出一股磅礴的威压，并且正在急速的靠近。那威压一出，几乎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而定目观望，在场之人无一不是神情大变，大吃一惊。
那是武帝，足足1000多名武帝，其中什么级别的都有。莫说1品武帝、2品武帝、3品武帝、4品武帝，就连5至圣土上极为稀少的5品武帝与6品武帝也有着多位，甚至有一些是连落空大人这种人物都认识的存在，那是早就名震5至圣土的大人物，久不出世的老怪物。而最令人吃惊的是，此刻站在这群武帝最前方的人，竟是一个年轻人，他的容貌所有人都认识，那正是楚风。见到楚风，见到这些武帝，无论是远古精灵还是暗殿之人，都是吃惊无比。楚风，他怎么会跑来这里，而且还带了这么多武帝？这些老怪物不是之前进入月下迷宫了吗？现在怎么会跑到这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他们的杀阵没有成功运转？不对啊，他们已经成功运转了。惊讶之余，灭世仙人将目光投向了远处的阵眼，而他这一看，顿时神情一变，气得咬牙切齿，这才惊呼道：杀阵居然被破了，是谁干的好事？听得此话，所有人都看向了那阵眼，这才注意到那阵眼已是有所变化，如死水一潭。而这个现象只说明了一种情况，那就是这杀阵已然被破，这阵眼已然失效。颤抖吧，暗殿的渣渣们，你们的杀阵已被本大爷破开了。就在此刻，站在楚风身边的王强站了出来。什么？是这个年轻人做的？这个年轻人是谁？怎么看不透他的修为？所有人都看向了王强。此刻，血刀狂魔以及皇冠长老都是咳嗽了2声，并且都恶狠狠地瞪了王强一眼。是楚风小友破开了杀阵，是楚风小友救了我等的命。暗殿，你们真是好狠的心，居然要抹杀我们！若不是楚风小友，我们如今已是命丧黄泉。忽然，人群中有人高声说道：对，暗殿，你们简直丧尽天良，猪狗不如。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人都开始辱骂暗殿，而这些人的一番话，则让落空大人以及练兵仙人他们欣喜若狂，因为他们果然没有看错楚风，楚风居然做到了，并且楚风所做到的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好，不仅拯救了众人，居然还让这些强者为其所用，来帮助他们，这实在是太厉害了。就算是落空大人亲自出马，也未必会有如此号召力。小子，居然是你坏了我的好事！灭世仙人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冰冷的弧度，我今日来此，就是要报上次之仇。楚风很是平静地说道。报仇？灭世仙人不屑地一笑，随后看着雪刀狂魔等人说道：你们既然能够逃出来，那我就给你们一次机会，只要你们选择加入我暗殿，那我便保你们荣华。我呸！你个死娘娘腔，先前还要杀我们，现在居然还想收买我们，当我们是傻子不成？然而灭世仙人的话还没有说完，雪刀狂魔便开始辱骂起灭世仙人。雪刀狂魔毕竟是纵横5至圣土的老人物，他自然是认识灭世仙人的，但同时他也不怕灭世仙人。灭世仙人，原来你也是暗殿之人，亏你还贵为仙人，真是让我等失望。就是离开此处后，我一定要将此事传出去，让你身败名裂，臭名远扬，遗臭万年。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侮辱灭世仙人，你们这群废物，简直就是找死！难道你们真的以为就凭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就能够与我抗衡了不成？我只要一只手就可以让你们飞灰烟灭！见众人侮辱自己，灭世仙人顿时脸色发青，随后猛然抬手，手中的地兵顿时溢出一道金光，横扫虚空，向楚风等人劈斩而来。当看到灭世仙人出手那一刻，所有人都是眉头一皱，脸色一变，哪怕楚风也是如此。8品武帝的灭世仙人的确很强，他的确具备以一己之力，在刹那间便抹杀他们全部的能力。哪怕楚风现在已然可以轻易的斩杀6品武帝，可是面对厉害一点的7品武帝，楚风也是无法战胜的。至于8品武帝，那更是毫无战胜的可能。然而灭世仙人的那道斩击刚刚劈斩而出，便又有一道斩击横空而现，竟将他的那道斩击给横空拦下。是落空大人，是落空大人出手拦下了灭世仙人的斩击。灭世，现在可不是分心的时候。落空大人冷然一笑，不仅拦下了灭世攻向楚风等人的斩击，更是趁机连续向灭世仙人发动了异常凶猛的攻击，招招对其死穴，招招索其性命。这种情况之下，灭世仙人也是眉头紧皱，不敢有所大意，赶忙握紧手中地兵，全力迎战，哪里还有闲心去管楚风那边？灭世仙人现在本想尽快摆脱落空大人，也开始使用全力，因为他知道楚风等人的加入对他们来说可是不妙的。毕竟楚风那里连6品武帝都有几位，6品以下更是有着多位，这些家伙都是老怪物级的存在，平日里绝不出世，是被月下迷宫吸引而来。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的实力全都不容小觑。这些家伙帮着远古精灵的话，他暗殿也会感受巨大的压力，就算有几百只远古凶兽帮忙，他们也未必能够讨到便宜。可是当落空大人看到楚风率领1000多名武帝赶到后，便气势大涨。在这种气势下，落空大人的实力竟然也得以提升。灭世仙人想要尽快战胜落空大人，这也是毫无可能。诸位已经不用我多说了吧？暗殿之人，杀无赦！就在此刻，楚风说道：杀！而楚风此话一出，其身后的1000多名武帝便纷纷爆发出恐怖的杀意，向暗殿之人以及那些远古凶兽围杀而去。这些人都很聪明，不仅实力强横，战斗经验更是老道的很，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混战。虽然一同出手，但却并不盲目，而是寻找着与自己匹敌之人。唯有这样，才能最大化的减少远古精灵的压力，减少远古精灵的死伤。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做到了。至于楚风，则是专门对远古凶兽出手，因为他知道暗殿之人之所以能够压制远古精灵，全部是靠这些远古凶兽，而这些远古凶兽很强，尤其是那些6品武帝级别的远古凶兽，寻常的6品武帝怕是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楚风却有信心斩杀他们。
一时之间，楚风便与那群凶猛的远古凶兽站在了一处，并且是以一对多。楚风小友，小心啊！这远古凶兽异常凶残，见楚风竟然独自一人挑战那么多远古凶兽，远古精灵们顿时为其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一番征战下来，他们都曾在那远古凶兽手下吃过亏。远古凶兽不比5只圣土的凶兽，他们虽然没有灵智，可却具备战斗技巧，再配上强大的体质、特殊的力量，简直就是天生为战斗而生的战斗狂魔，极难对付。然而刚刚交手之后，便有数只远古凶兽发出惨叫，死在了楚风的手中。这一刻，莫说暗殿之人，就连那些担心楚风的远古精灵们，也是目瞪口呆，吓了一跳。楚风能够轻易的斩杀5品5帝以及4品5帝级的远古凶兽也就算了，可是，在先前死去的远古凶兽之中，居然还有一只是6品5帝级的。楚风此刻没有保留实力，直接施展了全力，所以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的如今的真实修为与逆天战力，并且楚风手中的那把兵刃是地兵，可这地兵怎么会如此之强？而这形态也如此熟悉，盘龙怒斩。楚风小友所持这地兵，莫非是那传说中的盘龙怒斩？一番观察之后，练兵仙人忍不住惊叹一声：“练兵仙人，你说对了，楚风小友那的确就是兽帝曾用过的盘龙怒斩。”雪刀狂魔大声说道。听得雪刀狂魔的话后，许多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有想到楚风竟然拥有了这传说中的地兵。这一刻，所有人都不再担心楚风了，因为楚风不仅实力提升，如今已是2品5帝，再配上特殊的雷霆力量，修为可达4品5帝，再配上逆战5品的战力，楚风已是极为恐怖。如今居然还有传说中的地兵盘龙怒斩助阵，这样的楚风简直逆天到了极致。7品5帝以下者，怕是没人是他的对手。莫说楚风带来了1000多名5帝，怕是楚风一人也足以影响此处的战局。这个小畜生就是楚风，倒是有点意思嘛。灭世仙人的儿子乱界此刻也在盯着楚风，嘴角掀起了一抹冷笑。杀了楚风，而眼见着楚风在大肆的虐杀远古凶兽，暗殿之人也急了。凡是修为在7品5帝甚至6品5帝者，此刻都在想尽办法脱离战圈，想去斩杀楚风。只是可惜，远古精灵的顶尖强者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之前就是他们一直牵制远古精灵的高手，这才给了暗殿的其他人以及远古凶兽们屠杀他们远古精灵的机会。而现在终于轮到楚风屠杀他们暗殿的人了。现在暗殿的人居然想要去营救，他们自然不会给暗殿之人这个机会。都别动，这楚风是我的菜，我要亲自对付他。忽然，那乱界兴奋的大喊一声，随后竟化作一道流光，向楚风飞掠而去。哪里走？见状，练兵仙人与那位护法赶忙手持地兵前去阻拦乱界的实力。他们清楚，虽然楚风如今已是极为强横，可绝对不是乱界的对手，他们可不能让乱界接近楚风。两个碍眼的家伙，真以为你们能够挡得住我吗？我现在就先杀了你们！见被阻拦，乱界则是目露凶相，只见其大喝一声，随后体内散发出紫色的幽光，一时之间竟然风起云涌，雷鸣闪烁。很快的，在天际之上出现了一根紫色的长枪，那长枪一出，竟然劈落而下，顿时让练兵仙人与那位护法压力剧增。原来这乱界乃是天赐神体，并且他的天赐神力异常恐怖，可以说是至今为止楚风所见过最恐怖的天赐身体。然而就在此刻，天际之上，四面八方，大地深处，忽然传来了一阵极为刺耳的咆哮声。那个声音一经传出，所有人都是身体一颤，感觉毛骨悚然，太恐怖了！那个声音实在是太恐怖了，似是厉鬼的咆哮，震慑人心。月魔，是月魔出现了！忽然，灭世仙人惊呼一声，露出了狂喜的表情。月魔怎么会出现？明明杀阵被破了呀！不对，就算进入杀阵的人逃脱了，可是远古精灵与暗殿也是死了不少人，这些人的血腥之气也足以引出月魔。糟了，月魔现世，怕是大事不妙。此刻，落空大人顿时眉头紧皱，就连楚风也是满面的不安，因为那声声厉吼宛如猛鬼的咆哮，且杀意滔天，这简直是楚风听过最恐怖的声音。他能预感到，这个月魔若是出现，怕是他们这些人都要遭殃，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存在。乱界，还愣着什么？还不快去！就在此刻，灭世仙人对其儿子厉声说道：“放心吧，父亲，我何时让你失望过？”乱界得意一笑，此刻的他也是极为的兴奋，随后眼中紫光闪烁，那杆紫色的巨枪竟然化作2杆，分别扫向了练兵仙人与那位精灵护法。见状，练兵仙人与那位护法皆是不敢大意，握着手中的地兵，纷纷施展出天境武技，以毁天灭地之威去抵挡乱界的攻击。倒不是他们小题大做，实在是乱界的实力非同小可，他们若是大意，怕是就要死在那天赐神力所化作的紫色巨枪之下。2道以地兵之威所释放的天境武技与那2杆天赐神力所化的巨枪碰撞，顿时汹涌的涟漪横开来，许多明明离着他们很远的人也是被其牵连。糟了！然而此刻练兵仙人却是脸色大变，因为他惊愕地发现，在他们挡下乱界的攻势后，那乱界不见了。原来先前乱界的那道攻势只是一个诱饵，为的就是摆脱他们。发现乱界不见，练兵仙人与那位护法第一时间来到了楚风近前，因为他们最害怕的就是乱界对楚风出手。可是来到楚风近前后，他们却惊愕地发现，乱界并没有对楚风出手，就这样消失了。前辈，乱界怕是去找月魔了。楚风说道。去找月魔？难道他们真的要控制月魔，让月魔为他们所用？听得此话，练兵仙人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虽然很不可思议，但怕是的确如此。我隐约间能够感受到，
月魔所在的方位。而先前我注意到，乱界气息消失的方向，正是月魔现在所在的方位。他一定是去找月魔了，并且你们不要忘记，他们可是连没有灵智的远古凶兽都能控制的。楚风说道。对，暗殿知道很多武之圣土的秘密，甚至比远古精灵知道的还多。而乱界与其父亲一样，也是龙纹界灵师，当年也是武之圣土精彩绝艳的天才，只是后来被其父亲冷藏，所以究竟到达了什么境界，无人知晓。今日他再度出现，修为已是能与我二人抗衡，怕是他的结界之术也已然超越了我。练兵仙人说道。楚风小友，怕是要劳烦你来带路了，我们绝对不能让乱界得逞。远古精灵的护法说道。而楚风则是扫视了一眼此刻的战局，发现远古精灵虽然还没有取得绝对的优势，但是已然不再是劣势，甚至还占据了一定的优势。这种情况下，楚风倒也是可以放心了。于是楚风身形一纵，便向前方飞掠而去。见状，练兵仙人与那位护法也是紧随其后的跟了过去。此刻，月魔那凶残如厉鬼的咆哮声仍在四面八方响彻不断，就仿佛他在此处的各个方向，但楚风却能够精准地判断出月魔所在的位置。虽然看似是楚风3人在追，但实际上乃是5个人，因为苏柔与苏美一直在练兵仙人的身后，由多种至宝所组成的强大锁结界守护着。那结界很厉害，就算练兵仙人受伤，但那结界都不会破损。由此可以看出，练兵仙人对苏柔与苏美的重视。然而忽然之间，苏柔与苏美皆是面色难看，露出了痛苦的神情。小柔、小美，你们怎么？楚风虽然走在最前方，可当听到苏柔与苏美痛苦的声音后，立马便折转了回来，来到了练兵仙人的身后。苏柔与苏美的身前，楚风，我们没事。苏柔强忍着疼痛说道，可明明已经疼得冷汗连连，脸色都变得不对。而这一刻，楚风发现，在苏柔与苏美的体内，分别开始闪烁出蓝色与红色的光芒，是那冰火珠子在作祟。都这样了，还说没事？楚风意识到是那冰火珠子在折磨他们2人。那冰火珠子开始失控了。糟了，冰火珠子乃是月魔之物，定是月魔现身，影响了冰火珠子，使得这冰火珠子不稳定了。楚风小友，必须立刻取出冰火珠子才行，否则苏柔与苏美怕是会死。练兵仙人很是担心的说道。且说话之间，他已经解除那阵法，将苏柔与苏美给放了出来。2位前辈，月魔的位置没有变过，顺着这个方向直走，应该能够找到他。楚风指着前方说道。楚风小友，你要独自留下？练兵仙人惊讶地问道。事情紧急，不能放任乱界不管。虽然不知道他有什么手段，但他一定是有备而来。现在那些远古凶兽已经被他们控制了，若是连月魔也被他们控制，就算是远古精灵，他也不是暗殿的对手了，所以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楚风说道。好，楚风小友，那这里就交给你了。远古精灵的护法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所以他没有犹豫，率先追了过去。楚风小友，这些东西能够帮到你。而练兵仙人则是自己的一个乾坤袋递给了楚风，那里面都是结界之术所需的材料与至宝。但在练兵仙人临走之时，却有一道传音进入楚风耳中。楚风小友，这冰火珠子的力量堪称无限，苏柔与苏美一直无法发挥出这冰火珠子的真正力量，而这冰火珠子在月魔的影响下已然失控，想要取出没有那么容易，搞不好还会将你也牵连。虽然有些话老夫本不该说，但是考虑到大局，关键时刻，我希望你能够自保，因为现在的武之圣土需要你。这句话进入楚风耳中之际，练兵仙人已然消失不见，而他的意思很明显，这冰火珠子随时会失控，若是真的失控的话，会爆发出其真正的力量，那力量才是真正的毁天灭的。莫说苏柔与苏美，就连楚风也要死。但是在冰火珠子将要失控之际，身为优秀的龙纹界灵师，楚风会有所感应，所以练兵仙人的意思是在发现不对之际，让楚风放弃苏柔与苏美，独自脱身。可是楚风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爱人？尽管知道练兵仙人乃是好意，可是现在的楚风也只能将练兵仙人的这番话当作耳旁风。楚风，我感觉这珠子很不稳定，一股无法控制的力量正在向外喷涌，我们控制不住，你快走，不要管我们。苏柔抓住楚风的手，很是不舍得道。楚风哥哥，听姐姐的，你快走。苏美也是劝道。而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她的双眼已然无法自控的湿润起来。显然这2个丫头也都有所感应，知道冰火珠子快要失控，所以才劝楚风走。别说傻话了，当初冰火珠子出现的时候，我未能保护你们2个，我希望这次我可以做到。楚风微微一笑，之后不管苏柔与苏美说什么，楚风也是置之不理。他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专心致志的布置阵法，想尽办法安全的将苏柔与苏美体内的冰火珠子给取出来。以楚风现在的结界之术，想要将冰火珠子从苏柔与苏美的体内剥离而出，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此刻的冰火珠子已然快要失控，楚风实在是不敢大意，必须小心翼翼的才行。然而哪怕如此，那冰火珠子忽然绽放出了耀眼的冰火光芒，与此同时，一股致命的气息也是散发而出。楚风已经感应到了，这冰火珠子就要失控，那力量只要爆发出来，方圆千里之内5帝境的强者怕是都要必死无疑，万里之内也要受伤。而以楚风现在的速度，倒是可以逃出这个范围，可是他怎么会逃？怎么可能放任自己的爱人而不顾？蛋蛋，对不起你了，因为我的一意孤行，却要害得你与我们一同死去。只是我实在无法做到放弃小柔与小美。楚风没有逃，而是紧紧地抱住了苏柔与苏美。至于苏柔与苏美，也能够感受到冰火珠子的变化。见楚风不走，他们也没有再劝，而是同样紧紧地抱住楚风，潸然泪下的同时，紧紧地将小脸埋在楚风的怀中。对于他们来说，若是这样死的话，那倒也值。其实对于楚风来说也是如此，能与爱人同死，
他也心甘情愿。只是此刻，楚风的心中仍然很是复杂，满满的都是亏欠之意。毕竟他不仅是一个人，他的界灵空间内还有着一个蛋蛋，他倒是有办法让蛋蛋离开他的身体。但是蛋蛋如今在沉睡，就算楚风将他从体内剥离而出，蛋蛋也是无法逃走，所以蛋蛋注定要随楚风他们一起死。所以楚风很是惭愧。然而就在此刻，楚风忽然感觉意识一阵模糊。当他四下观望之际，惊愕地发现他明明还在先前的地方，可是怀中的苏柔与苏美都不见了，并且四下皆是茫茫白雾，遮挡住了视线。可是距离不过10米，你居然不怕死！就在此刻，雾气之中忽然传来一道女子的声音。顺声观望，一道女子的身影正在茫茫雾气中踏步而出。这名女子身穿血色白裙，长得极其美丽，并且气质超凡。仙子，只看一眼，楚风便有了这种感觉。这位不是好像仙子那么简单，而是那无与伦比的气质，就是仙子。你是月仙？楚风问道。他有预感，眼前这位很可能就是月仙，也就是那传说中的月魔。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怕死吗？那女子问道。尽管她看上去乃是仙子，可是语气却是异常冰冷，没有一丝感情。怕？谁不怕死？我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做完，我本不想死。楚风笑着说道。他说的乃是实话。听得此话，那女子柳眉微皱，目光中闪过一抹疑虑，问道：既然怕死，为何不逃？虽然怕死，但总不能放任我心爱之人不顾。既然不能守护他们，我只能与他们同死。楚风笑容不减，可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却是一脸的释然。虽然楚风不想死，但若是与心爱之人同死，楚风也是心甘情愿。楚风此话让那女子的神情微微一僵，随后她轻抚雪白衣袖，刹那间，大地剧烈摇晃，一座血红色的大门拔地而起，浮现在了楚风的面前。那大门高达100米，打开之后，其中更是血光冲天，哀嚎不断，无数身影正在大门之内饱受折磨，惨不忍睹。既然你如此珍惜你的爱人，那我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踏入这座门，你的灵魂便会饱受折磨，直到被我炼干之后才会死去。但这个过程会让你痛不欲生，不过他们两个会因为你而活下去。女子指着那宛如炼狱一般的大门说道。此话当真？楚风问道。除了相信我，你别无选择。女子说道。那就多谢前辈了。楚风说道。为何要谢？听得此话，女子则是有些不解。本来我们皆要死，可前辈愿意手下留情，饶我爱人一命，自然要谢。楚风笑着说道，随后脚下猛然向前一踏，随后整个人便一跃而起，如同离弦之箭一般，跃入了那炼狱之门之内。为了自己的爱人，楚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不归路。然而，当楚风踏入那门后，便惊愕地发现自己居然回到了现实之中。苏柔与苏美还在自己的怀中，而四周也没有了那遮挡视线的雾气。不过此刻比之先前也是有所变化的，那就是本要爆发的冰火珠子，此刻竟然平稳了下来。见状，楚风赶忙继续布置阵法，想要趁机将冰火珠子从苏柔苏美二人体内取出。因为楚风惊愕地发现，这冰火珠子就是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绝对不能再留在苏柔与苏美的体内。楚风哥哥，等一下！然而楚风刚要取出冰火珠子，苏美却是忽然开口，且抓住了楚风的手。小美别怕，我保证你不会痛。楚风笑着说道。不要取出来。这句话是苏柔与苏美一同说的。怎么了？楚风有些惊讶。姐姐你也有，妹妹你也有。而此刻苏柔与苏美则是四目相对，到底是怎么回事？楚风意识到不对，便不由得追问起来。看来我与妹妹一样，那便由我来说吧。苏柔笑了笑，这才说道。冰火珠子内有一个声音，但那似乎不是冰火珠子，而是冰火珠子真正的主人——月魔。月魔！楚风心中一凛，先前他已经见过那月魔了，所以他完全相信苏柔的话。月魔说他是善念，一直存于冰火珠子之内，只是那恶念还在这月下迷宫。只要楚风哥哥能够制服那恶念，他愿意将自己的力量赐给我们姐妹。苏柔说道。我明白了。楚风说话间便站起身来，随后布置一道强横的结界阵法，将苏柔与苏美封锁之后，便带着二人向月魔所在的方向走去。他是真的明白了，原来所谓的月仙与月魔，指的便是善念与恶念，善念为仙，恶念为魔。现在善念在他们这里，也就是在那冰火珠子之内，就是之前楚风所看到的那位如仙子一般的女子。至于那恶念，就是此刻发出恐怖咆哮的月魔。本来如何控制月魔，楚风并不知道方法，他只想阻止暗电控制月魔。但是现在情况变了，有善念的帮助，楚风知道一定有办法可以控制月魔。毕竟清玄天也说过，冰火珠子可以让月魔变月仙，而现在他终于知道为何冰火珠子有这个作用了。最重要的是，假如善念真的能够兑现诺言，那苏柔与苏美的实力将得到前所有位的长进，搞不好他们二人会超越自己，甚至达到全新的境界。那样一来，不仅是苏柔与苏美的福气，更是五之圣土的福气。只要活得月仙的力量，就算是暗电也要忌惮他们。就算善念没有兑现诺言，可只要楚风帮助他恢复成月仙，消除掉月魔的话，那么他出于感激，应该也会帮自己。总之，这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楚风一路狂奔，先是听到阵阵轰鸣，而后他终于看到了炼冰仙人以及远古精灵的护法，但同时还有乱界。乱界正在与炼冰仙人和精灵护法大战，并且此刻的乱界似是认真了，他异常的凶猛。炼冰仙人与那位护法竟都或多或少的受了伤，这样下去，他们二人怕是要必败无疑。但此刻，楚风的目光却凝聚在他们大战的天际之上，那天空有着一片巨大的虚影，雪白长裙，长发飘飘，这个装扮与月仙一模一样，可是他的脸却异常的狰狞，且眼冒血光，杀气腾腾，仿佛要杀尽世间万物一般。说实话，他所散发的杀意比远古凶兽还要可怕数倍。
最重要的是，他的气息极为恐怖，这是一个比精灵国王还要强大的存在，而就是这样一个恐怖的虚影，却覆盖了那方虚空，恐怖无比。是月魔，这应该就是那所谓的恶念。月魔，只不过这月魔此刻被定在了天上，尽管在用力挣扎，可却挣脱不开。原来是有7把钥匙将那月魔定住了，而看到那7把钥匙，楚风又是神情一变。这7把钥匙宛如星辰一般，很是特殊，是星辰钥匙。这星辰钥匙，楚风也有一把，乃是在兽帝黑龙王那里所得。本来楚风一直好奇这起神奇的星辰钥匙是做什么用的，现在他终于知道了。楚风快走，原来星辰钥匙能够控制月魔，这样下去星辰钥匙会彻底将月魔控制的。快离开月下迷宫，让所有人都走。见楚风来到，练兵仙人与那位精灵护法拼命的呼喊：逃不掉了，你们都要死！就算躲过今日，也逃不过明日。乱界狰狞的大笑着：那可未必。楚风说话之间，拿出了那湛蓝色的宝弓，对准了乱界。你要干嘛？该不会是要用这把破弓射杀我吧？你这个蠢货，就算你用盘龙怒斩都不是我的对手，居然想用一把半成地兵射杀我！楚风，你的脑袋是被驴踢坏了吗？见楚风拿出那湛蓝色的宝弓，乱界笑得更为疯狂，浓浓的都是讽刺之意。他是真的觉得楚风很可笑，尤其是此刻的楚风居然那样的自信，就好像真的可以一箭射杀自己一样。他便忍不住的想要嘲笑楚风，这个莫非是？然而看着楚风拿出那弓之后，练兵仙人与精灵护法则是神情一变，似是想到了什么一样，顿时面色一喜。而就在下一刻，楚风右手自乾坤带划过，那根麒麟箭矢便出现，手中搭上弓弦，便将弓拉满。这根箭矢看到楚风手中那根麒麟箭矢，乱界则顿时一愣，本是得意的脸上露出了惊恐之色。显然他也意识到了那麒麟箭矢的不简单。然而就在下一刻，楚风忽然大喝一声：七平五地，乱界死！此话一出，那麒麟箭矢也是飞掠而出，金光划空而过，瞬息来到乱界身前。一切来得太快，只听的一声，那麒麟箭矢已是洞穿了乱界，将其轰得粉身碎骨。这剑竟有如此威力，亲眼见到楚风只是一根箭矢便将那乱界给射死之后，练兵仙人以及精灵护法当真是又惊又喜。然而就在此刻，楚风却是身子一跃，对着虚空大袖一挥，一层磅礴的结界阵法便化作一张大网，笼罩了半个虚空。收！随后楚风大喝一声，那大网便迅速收拢。而收拢之后，那本空无一物的大网内竟然出现了一个人形，还不现身。楚风看着那大网之内的人形虚影，冷笑道：楚风，你敢杀我，我父亲绝不会放过你。楚风此话一落，乱界的声音居然响起，而很快的，乱界的身影也是浮现而出。只不过此刻的乱界已然不是肉身形态，他已然化作了一道神识，也就是灵魂体，并且此刻他的修为大不如前，不再是七平五地的修为，而是五平五地。这样的他自然斗不过楚风，而他之所以变作灵魂体后会修为大减，其实也是那麒麟剑矢的厉害之处。事实上，他能从麒麟剑矢面前化作灵魂体逃出来，已是很不简单。只是可惜，他打算化作灵魂体逃跑的计划，并未能瞒过楚风，最终还是落在了楚风的手中。去你妈的！眼见着乱界居然还敢威胁自己，楚风抬脚对着大网内的乱界便是一阵狠踹。别打了，别打了！乱界是灵魂体，已经吐不出血，可却硬生生被楚风踹的口中直喷绿色的气体，那叫一个惨。记住，就算我不杀你，你父亲也没打算放过我，所以别拿你那混账父亲来威胁我，我不吃这套。楚风指着那被自己打的浑身颤抖的乱界说道。事实是乱界颤抖着身子连连点头，此刻他的嚣张劲已经全然不在，就像是一个胆小的老鼠，因为他不想死，而楚风却敢杀他。随后楚风也不过再理会乱界，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月魔，这才发现月魔虽然被7把星辰钥匙定在了天际之上，可这7把星辰钥匙应该无法长时间的控制住他。楚风，你想怎么做？精灵护法问道。我要控制住这月魔，楚风说道。楚风，乱界是靠那7把星辰钥匙抓住的月魔，应该也是要用这7、8星辰钥匙控制月魔。可这么久过去了，月魔的力量并未减弱，也没有服从于星辰钥匙的打算。依我看，只是这7把星辰钥匙根本无法制服月魔。我们不如想办法消除月魔的怨气，利用小柔与小美体内的冰火珠子，让月魔变成月仙。练兵仙人上前说道。而这也是他们最开始的计划。不，我另有他法。楚风说道。事到如今，楚风早就不再打算取出苏柔与苏美体内的冰火珠子，他有更好的计划。而听得楚风的话后，那乱界则是冷然一笑，他笑得很是隐秘，实际上并没有出声，是偷偷笑的，但还是被楚风捕捉到了这笑容。于是楚风对其问道：笑什么？我没笑啊。乱界连连摇头。楚风抬腿一脚直接踹在了乱界的脸上，将乱界踹得龇牙咧嘴。虽然他是灵魂体，可依然是有痛觉的。一脚过后，楚风才再度问道：笑没笑？笑了，笑了。乱界连连点头。笑什么？是不是笑我不能控制这月魔？楚风问道。不是，不是。乱界连连摇头。楚风猛然抬腿，又是一脚踹了过去，这次又踹在了乱界的脸上，然后问道：是不是？事实是乱界连连点头，但很快又连连摇头，说道：练兵其实说得很对，这7把星辰钥匙这么久了都没有让这月魔实力减弱，说明只凭借7把星辰钥匙还无法控制他，你是没办法压制住他的，就更别说控制他了。那我用这个呢？楚风说话之间取出了遗物。这怎么可能？看到楚风手中的遗物，乱界顿时目瞪口呆，就连练兵仙人以及苏柔苏美他们也是如此，因为传说中
这月下迷宫只有7把星辰钥匙，遗落凡间3把，4大地族手中各有1把，总共就这7把。暗殿能够集齐7把星辰钥匙，已是非常神奇。而现在楚风居然拿出了第8把，第8把星辰钥匙，这怎么可能？根据记载，月下迷宫之中也只有7把星辰钥匙而已。看着楚风拿出的第8把星辰钥匙，乱界很是不可思议的说道。而他所说之话，其实也刚好也是练兵仙人以及精灵护法想要说的话。毕竟传闻之中，月下迷宫也只有7把星辰钥匙，楚风这第8把是从何而来？最重要的是，看着竟如此真实，明显不是假的呀。然而面对他们那震惊的目光，楚风却是面带微笑，并未给予回答，而是将自己的一缕气息融入星辰钥匙之后，直接射向了天际之上的月魔。楚风非常清楚，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控制住这月魔更为重要。当第8把星辰钥匙进入月魔的身体之后，月魔顿时发出了凄厉无比的叫声，与此同时更是看向了楚风，眼中满是愤怒与幽怨，看得楚风也是感觉毛骨悚然。可是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当第8把星辰钥匙并入月魔的身体之后，月魔的力量顿时大减，那种恐怖的威胁力正在继续消散。小柔、小美，月仙可有指示？楚风问道。现在的他已然可以制服月魔，可却还不是控制月魔。其实此刻楚风若是想控制这月魔，倒是也有办法，但是楚风觉得凭借这8把星辰钥匙的力量，只能暂时的封印住月魔。若是有一日星辰钥匙的力量减弱了，那么月魔将会解封，那个时候月魔最想杀的人就是楚风，并且不仅楚风要遭殃，可能那个时候所有在楚风身边的人也都要跟着遭殃，这太危险了。所以为了长远考虑，楚风还是想让月仙帮忙，因为楚风觉得本与月魔同体的月仙肯定有办法制服月魔，毕竟他之前已经说出了那样的话。楚风，月仙说他要教你一个阵法，有了这个阵法，便可以让星辰钥匙的力量提升到最大化，彻底封印住月魔的魔性，然后你只要再用阵法，将被封印的月魔的力量分为2股，分别融入我与小美的冰火珠子之中，到时候他自有办法对付月魔。苏柔说完此话，便将小嘴凑到楚风的耳边，开始以口语讲述一套结界阵法。苏柔根本无法理解这阵法的厉害之处，他只是转达而已。可是楚风却是越听越精，还没有布置那阵法，只是听到了布置阵法的方法，楚风便已然知道那阵法非常厉害，应该是来自远古。终于苏柔转达完了月仙让他转达的，这才对楚风问道：楚风，你听得懂吗？这一刻苏梅也是用同样的神情看着楚风。月仙让转达的时候，不仅仅苏柔能够听到，苏梅也能够听到。可是正是因为知道那方法，他们才感到担忧，因为在他们来看，那根本不像是阵法。虽然他们的结界之术远不如楚风强悍，可好歹也是都是界灵师，不至于面对结界阵法的布置方法连听都听不懂。而他们已是如此，那么楚风真的听得懂吗？叫月仙放心，这阵法我能做到。楚风以为这是月仙问的，于是很是自信的说道：我的楚风哥哥，你这也太厉害了吧！见楚风居然理解了那阵法的布置方法，苏美顿时惊讶的张大了小嘴，苏柔也同样如此。他们真的没有想到，他们与楚风的差距已是如此巨大，但同时他们美丽的脸颊之上都是露出了喜悦的笑容，他们真的很是高兴，毕竟楚风是他们的男人，自己的男人如此厉害，怎会不喜？小柔，帮我问月仙一个问题。楚风说道。什么问题？你说。苏柔问道。他为何要帮我们？楚风说道。他说这是缘分。苏柔说道。懂了。楚风没有多问，此话落下便开始布置结界阵法，因为他知道多问也是无用，这种时候他只能选择相信月仙。小柔、小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究竟在说什么？此刻道士练兵仙人满头雾水的凑了过来，而那位精灵护法也同样如此。之前他们见楚风与苏柔、苏美对话，发现这内容很不对劲，楚风明明是在与苏柔说话，但却好像在与另外一个人说一样，看得很是迷糊。见状，苏柔与苏美倒也没有隐瞒，而是如实的告诉了练兵仙人与精灵护法，毕竟他们与练兵仙人的关系很好，练兵仙人也相当于是他们的师傅。这种事情尽管不方便说，可他们却也实在不好隐瞒。而得知事情的经过之后，哪怕见惯了风雨的练兵仙人与精灵护法，也是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先是深深的倒吸了一口气之后，才再度问道：这是真的？前辈，千真万确。苏柔与苏美一同说道：机缘啊，这真乃天大的机缘啊！楚风小友果然不同凡响。练兵仙人很是激动的说道。精灵护法虽然没有说，可他的神情同样是激动的很。月仙，传说中的月仙居然愿意帮助他们，这可比强行控制月魔要好得多。但是此刻那乱界则是傻眼了，怎么回事？月魔与月仙不是一个存在吗？怎么那2个丫头的体内还有一个月仙？而且那月仙正在帮楚风他们制服月魔，还要将自己的力量给那2个丫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天下间竟有这样的美事！极度震惊之下，乱界也表示非常怀疑，于是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楚风，看楚风到底要布置怎样的阵法。要知道他胆敢来此收服月魔，其实乃是有备而来，不仅有7把星辰钥匙在手，暗殿殿主更是亲自传授了他一种极为厉害的阵法，那是一种禁忌的邪阵。阵法虽然很是邪恶，但的确可以控制住月魔。第一次看到那阵法的时候，乱界也是惊叹不已，想不到时间还有如此厉害的阵法，甚至为了掌握那阵法，他用了足足半年的时间。以他在结界之术上的造诣，花半年时间学习一座阵法，可是非常之久的。而现在楚风显然也是要用阵法彻底控制住那月魔的，所以他想要看看楚风的阵法是否如同暗殿殿主传授他的阵法一样厉害，并且他也在怀疑，若是他们所说是真，那楚风是刚刚知道那阵法的布置方法，楚风能够这么快便掌握吗？他真的表示质疑。然而
看下去之后，乱界却是目瞪口呆。楚风所布置的阵法，虽然与暗殿殿主传授他的并不相同，可是那深奥的程度，那阵法的力量，竟比暗殿殿主传授他的还要厉害。这真的是他刚刚知道如何布置的阵法。震惊之余，乱界忍不住脱口发问：因为这样厉害的阵法，怎么可能刚刚听到布置方法就立刻布置而出？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仅是乱界震惊不已，同为龙纹界灵师的练兵仙人，也同样是神情凝重，苍老的双眼闪烁不定，因为换作是他，绝对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掌握如多次厉害的阵法。然而，就在乱界等人震惊之际，楚风的阵法已然布置完毕，且融入月魔的体内。一时之间，本已很虚弱的月魔发出了比之前还要恐怖的咆哮。然而，在他咆哮的同时，身体却开始融入那阵法之内。最终，当那片天际恢复平静之际，月魔与8把星辰钥匙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他们都融入了那碗口大的阵法之中。虽然月魔成功的被制服，可楚风却并未就此罢休，而是按照月仙的指示，将这被封印的月魔分为2股力量，分别融入了冰珠子与火珠子之中。这样的阵法对于楚风这种界灵师来说其实很简单，可是楚风担心冰火珠子会失控，所以做得很是小心翼翼。万幸的是，冰火珠子并没有任何异常的波动，想必那是月仙特意控制了冰火珠子。最终，楚风成功的将月魔的力量融入了冰火珠子之中。然而在成功融入的下一刻，苏柔与苏美却猛然小脸一变：“小柔、小美，你们怎么了？”见状，楚风顿时紧张的询问起来：“没事，我们只是有些头晕，除此之外并无不适。”苏美笑眯眯的说道：“楚风，不用担心，月仙说了，是他在想办法吸收月魔的力量，让月魔彻底消失，然后他会兑现诺言，将冰火珠子的主动权彻底交给我们。不过在此期间，我们可能要沉睡一小会，苏醒之后一切就好了。”苏柔说道：“真的没有不适。”楚风仍然很是担心，毕竟此事非同小可，他可是将极其危险的月魔融入了自己心爱之人的体内。尽管那体内还有月仙，但是月魔毕竟是月魔，恐怖无比的存在。真的没事，你放心吧。苏柔眯起双眼后，用那白皙的小手抚摸了一下楚风的脸，这个动作尽显温柔。而苏美则是在一旁甜甜的笑着，感受着苏柔那温软的小手，再看着苏美那灿烂的笑容，楚风的担忧的心的确安稳了许多。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苏柔与苏美便失去了意识，陷入了昏迷。我们该回去了，楚风说道。走。精灵护法与练兵仙人此刻也是信心满满，月魔已然落入他们手中，而乱界已然失去了战斗之力。等他们3个再度回到战场，暗殿怕是无力回天。这番交手，暗殿注定要败。此刻那方战场依旧轰鸣不断，道道汹涌的武技与涟漪肆虐天地，个个毁天灭地。虽然楚风走了，可是有一个身影却让在场之人大跌眼镜，这位便是王强。王强自打这次出现之后，便自称是赤帝传人，遭受了无数白眼与唾骂，而现在他终于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原来他不仅是龙纹界灵师，修为境也达到了6品5帝。楚风虽然能够凭借各种手段击杀6品5帝，可是真实修为只是2品5帝而已。可这王强的修为乃是实实在在的6品5帝，这样的实力叫人们如何能不吃惊？一群小杂碎，看你强颜啊！你们当下下酒菜。王强挥舞自己手中的兵器，仍在砍杀，手起刀落，霸道无比，几乎少有人能挡住他的攻势，极为凶残。想不到这个王强竟然如此厉害。如果说楚风是5之圣土，当之无愧的最强小辈的话，那么这王强就是当之无愧的小辈第2啊！还真是，不仅是龙纹界灵师，修为竟也如此强横。虽然没有楚风那样恐怖的逆天战力，可好歹也是真正的6品5帝啊！想一想，之前我还侮辱过他，倒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当之前王强展现出自己龙纹界灵师的身份时，便有许多人对王强刮目相看，而现在人们对王强那当真是另眼相待了。虽然他们心中最佩服的仍是楚风，可这王强俨然已成了他们心中除了楚风之外最有分量的小辈。只不过他们还不知道，远古精灵的小公主仙喵喵有着不输于楚风的逆天战力，只是她既然是赤帝传人，怎么用的地兵竟是一把菜刀啊！赞叹之余，也有人心生疑问，因为王强用的兵器实在是太奇葩了，那是一把生锈的大菜刀。没错，那个形状，那个样子，的确就是菜刀，平常人家里做菜的那种。可是这把菜刀却又绝非寻常的菜刀，那股浓浓的地威，这乃是一把真正的地兵啊！只是赤帝是何方人士？远古之后第一个成为帝王的存在。虽然赤、黑、黄、公、青5帝之中，公认的最强者乃是青，但是若不论实力，而论辈分的话，赤帝才是真正的5帝之首。那样厉害的存在，怎么会以一把菜刀做地兵呢？但是赤帝所用的兵器究竟是什么？有人问道。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又答不上来。赤帝存在的时期太过久远，关于他的传说虽然很多，但是具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一时无从分辨。就连传说中他所用的地兵，也根据不同的传说有几十种说法，所以没人能够确定赤帝的地兵究竟是什么，也没人能够否定赤帝赤荒年当初所用地兵就不是一把菜刀。不过不管怎么说，现在很多人已经认为王强就是赤帝的传人，不用他拿出什么证据，单单是他此刻的实力就足以让人们信服。因为楚风走后，至少有1半远古凶兽都是被这王强所杀，暗殿之人死在他手中的更是数不胜数。眼下远古精灵能够得到这场战争绝对的主动权，占据绝对的优势，其实有着王强一部分功劳。灭世老登台，你别死，等你强夜神功练成，把你剁了做成肉包子。不过你放心，我不打算吃你，只是拿你喂狗。王强不仅砍杀暗殿之人，
更是当众侮辱起了灭世仙人。你个小磕巴，有你闭嘴的时候！灭世仙人被王强气得不轻，因为自打楚风走后，王强便一直骂他，他当真是被王强骂得心烦意乱。毕竟王强的嘴上功夫可谓撂的。灭世老登台，别问我为什么不吃你，因为你强爷爷，我是纯爷们，不吃阴阳人，嘿嘿。王强就好像听不到灭世仙人的威胁，继续辱骂道，这将灭世仙人气得脸色通红，咬牙切齿，恨不得一口把王强这个小磕巴给活活咬死。灭世，连赤帝的传人都来助阵于我们，看来你大势已去。落空大人也是笑着说道，笑话，落空，你莫非是老糊涂了不成？不要忘记我们来此的真正目的，乃是月魔，只要月魔落入我们的手中，你们还会有胜算吗？然而灭世仙人却是不以为然，哪怕他们已然陷入劣势，哪怕暗殿的人正在不断的死去，可他却是有恃无恐。别忘记，楚风小友与练兵仙人也过去了，你就那么确定你的儿子能够成功控制月魔？落空大人说道。什么？楚风？你是说楚风？哈哈哈！然而听得落空大人的话后，灭世仙人却是一阵大笑，笑得极为疯狂，而他的声音本就阴阳怪气，这样一笑，所有人都听到了。尽管仍在大战，可人们也是不由得注意起了他。至于那灭世仙人，笑了许久之后，才继续说道：“就楚风那废物，有几斤几两我太清楚，不过他只有被我踩在脚下的份。他和我儿子斗，也同样只有被踩在脚下的份。至于练兵，和你远古精灵的那位，与楚风半斤八两，就算他们三人联手，也不够玩塞牙缝的，是吗？”然而灭世仙人话音刚落，一道声音便在远处炸响，是楚风。当楚风出现之后，所有人都将目光投了过去，而定目一看，所有人都是神情一凝。楚风，练兵仙人，精灵护法，皆是安然无恙。不仅如此，在楚风的手中还有一道大网，大网之内有着一道灵魂体，而那灵魂体正是灭世仙人的儿子乱界。父亲，救我呀！见到灭世仙人，乱界就如同见到了救命的稻草，赶忙大声呼喊起来。而此刻灭世仙人则是面色铁青，满面震惊，甚至他震惊的都说不出话来。讽刺，这是多么的讽刺！之前他还吹嘘自己的儿子多么厉害，楚风三人联手和他儿子斗，都不够他儿子塞牙缝的。可是现在何是什么情况？他自认为如此厉害的儿子，不仅成为了阶下囚，更是连肉身都混没了，直接变成了一个灵魂体，像畜生一样被楚风用大网装着，拖在手中。可恶啊！此刻灭世仙人是又惊又气，他惊讶于自己的儿子会败，气也是气自己的儿子输，这让他的老脸都快丢尽了。但哪怕如此，那也是他的宝贝儿子啊！为了栽培这个儿子，他付出了多少心血？他是绝对不会看着自己的儿子死去的。于是灭世仙人指着楚风，大声喝道：“放了我儿，否则我要你碎尸万段！”灭世仙人何其威风，吾知圣土10位仙人之中排名第2的存在。他说出这样的话，不管是对什么人说，都会让那位惊恐不已，甚至当场吓死都有可能。可是这话听到楚风的耳中，楚风却是忍不住笑了出来，这才问道：“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这种话？少废话，我让你放了我！你可有听到？”灭世仙人再度大喊。此刻他当真是气愤极了。当第一眼看到自己儿子变成这个模样的时候，他便释放出了极为恐怖的力量，想要摆脱落空大人，去解救自己的儿子。然而落空大人却并没有给予他这个机会，所以这让他很是烦躁。灭世，还记得当日你是怎么对我的吗？楚风笑着问道。楚风，你要做什么？听得此话，灭世顿时神经一紧，他自然不会忘记当日他给予楚风的耻辱。然而正是之前他给予过楚风耻辱，此刻的他才害怕，毕竟自己的儿子可是在楚风的手中啊。至于楚风，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一把将手伸入大网之内，抓着乱界的脖子，像抓小鸡一样将乱界给抓了出来，这才笑眯眯地对灭世仙人说道：“我之所以留他活到现在，就是想让你亲眼看看你儿子死的样子。”话到的此处，楚风那微眯的双眼之中忽然闪过一抹狠色，随后手掌猛然握紧，只听砰的一声，乱界的灵魂便在众目睽睽之下飞灰烟灭。不，眼见着自己的儿子被杀，灭世发出了一声无比痛苦的咆哮。然而看着这样的灭世，楚风的眼中却没有一丝同情。楚风最受不了的就是他人侮辱于他，而这灭世依仗着自己修武多年，修为强横，便侮辱于楚风。楚风怎么能忍？毕竟士可杀不可辱，所以当楚风从灭世手中活下来的时候，他就发誓要将灭世仙人给予他的痛苦加倍奉还。至于这灭世的儿子也是同样如此，依仗着自己修为强横，便不将楚风放在眼中。但是这事情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灭世的儿子乱剑只能惨死于楚风的手中，并且楚风还是当着其父亲的面被楚风所杀死，成为了楚风报复灭世的筹码。楚风，我当初真该杀了你这个小畜生！痛苦之余，灭世再度咆哮起来，这一次杀气腾腾，虚空都是变得一片漆黑，乌云滚滚翻腾，宛如无数只凶残的恶魔交织在了一处，那股杀意当真是令人胆寒。此刻许多人都是汗毛竖立，隐隐不安，可是楚风却是丝毫不惧，且依旧面带微笑的说道：“你倒是想杀我，可惜你不敢。”楚风说的是实话，当初暗殿殿主亲自下令不许灭世仙人杀自己，灭世仙人虽然强横，可他还没有违抗暗殿殿主的胆量。我一定会杀了你，我一定会杀了你！灭世再度咆哮着说道，他当真是后悔极了。如果知道会有今天，当初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杀掉楚风。只是他也知道不会有重来的机会了，就算他再后悔也是没用。无比愤怒之下，灭世再度仰天长啸，而这一次他的体内更是绽放出比之前更为汹涌的力量。这种情况之下，
落空大人不敢掉以轻心，紧紧地盯守着楚风所在的方位，生怕灭世去攻击楚风。果不其然，咆哮之后，灭世仙人忽然爆发出极为恐怖的力量，这是灭世仙人与落空大人交手以来所爆发出最恐怖的力量，而这力量全部用在了速度之上。只不过他并不是向楚风飞掠而去，反而是向与楚风相反的方向飞掠而去。灭世仙人他竟然逃了，在齐北儿子被杀之后，他知道自己大势已去，所以最终选择了逃脱。楚风，你记住，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不仅是你，你的亲人，所有与你相识之人，我都会斩杀殆尽。我要让你为今日的所作所为后悔一辈子。灭世仙人虽然逃了，可却留下了这样一句，而所有人都能够听得出来，他这话可不像是说着玩的，哪里逃？然而落空大人也是怒喝一声，紧随其后的追了上去。他可不会给予灭世仙人逃脱的机会。不过远古精灵这么多人，也只有落空大人一个去追了，毕竟唯有落空大人有这个实力去与灭世仙人一战，是时候清理战场了。而当落空大人走后，楚风则是再度拿出了怒斩盘龙。然而听得此话，暗殿之人皆是身体一颤。之前落空大人说这种话的时候，他们都不怕，可是楚风此话一出，他们都怕了，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今日真的是要大难临头。然而楚风可不会因为他们的恐惧而对他们手下留情，手拿盘龙怒斩，便开始对暗殿之人进行无情的屠杀。楚风如今对暗殿之人可谓恨之入骨，他不明白这些强者为何要为暗殿效力，但他知道，既然为暗殿效力，就要坑害无辜人的性命，这些人绝不能饶。而在一番厮杀之后，暗殿之人与那些远古凶兽全部被斩杀殆尽，那些恶事做尽的暗殿之人终于付出了血的代价。而在将暗殿之人全部除掉没有多久，落空大人也是赶了回来，看样子他是未能成功的追上灭世，换句话说，他也不敢深追，毕竟暗殿深不可测，他若深追，实在放心不下这边，所以只能半途而废。楚风小友，多亏你来的及时，否则今日的情况，我们可就不是凶多吉少，而是必死无疑。所以楚风小友，请受老夫一拜。落空大人回来后，率领众位远古精灵向楚风施以大礼。落空大人，您快请起，我们既是同盟，那就无需这般客气，更何况以您的辈分对晚辈这样，那简直是在折晚辈的寿啊，晚辈实在承受不起。楚风赶忙搀扶住了落空大人。楚风小友，道理老夫都懂，但若不这样做，老夫的心里会不舒服。落空大人笑着说道，他向来高高在上，什么时候对人失礼过？就算是远古精灵的国王陛下，以他的辈分也无需失礼，就更别说对一个小辈了。可是今日他对楚风失礼，却很是坦然，甚至这里行得很是舒服。而听到这里，楚风也是笑了，因为他也是无话可说，毕竟他也知道，他的确是间接的救了众人的命，所以落空大人他们都对他心怀感激，想用这种方式来感谢他，唯有这样做，他们才会舒坦一些。而见到远古精灵的落空大人居然率领众人对楚风施以大礼，如雪刀狂魔那些强者在震惊的同时，心中则是更为的不舒服了，因为楚风没有撒谎，他真的是与远古精灵结盟了，否则贵为4大元老之一的落空大人又怎会对楚风如此？可是他们之前居然还质疑楚风，当真是惭愧不已。楚风小友，若不嫌弃，我愿做青木山的挂名长老。忽然一位老者上前说道，这位老者身穿黑衣，竟有着与雪刀狂魔一样的修为，乃是6品5帝。他之前也曾质疑楚风，可楚风却救了他的命，所以他心有惭愧，想以这种方式来回报楚风。前辈若是愿意，我青木山绝对欢迎。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我也想做青木山的挂名长老，在此之后，只要是无门无派的人，全部要求要加入青木山，做青木山的挂名长老。而对于这些人的这种请求，楚风自然是一一答应。先不说他们最弱的都是5帝境，若是加入青木山，每一位都会让青木山的总体实力得到提升。最关键的是，这些人可都是与楚风共同奋战过，一同杀过暗殿的人。对于这些人，楚风信得过。楚风小友，老夫杀了天道府的人，就不加入你青木山了。不过若是日后楚风小友有需要，我绝对随叫随到。记住，你楚风的敌人就是我雪刀的敌人，只要老夫还活着，就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和楚风小友过不去。雪刀狂魔上前说道，有前辈这番话足矣。楚风笑着说道，虽然之前雪刀狂魔也曾质疑过他，可楚风发现雪刀狂魔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对雪刀狂魔的印象极好。